20世纪40年代，一个身背画家的人来到了新疆代城克孜尔一带的山谷中。走进这些洞窟的时候，眼前的一切让这个既是画家又是考古学家的人惊呆了。随后的数月，他不停地对着洞窟内的墙壁画着什么。这同时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历程。1947年7月30日，他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他所设想的新疆考古5年计划建立西北博物馆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在他的绘画中描绘的到底又是何种境界呢？这个人是韩乐然，他向人们揭开的就是克孜尔洞窟中壁画的秘密。其实韩乐然并不是到这里考察的第一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探险考察热的开始，大批外国探险考察者的到来，龟兹，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库车拜城新河一带，也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现存的龟兹石窟主要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土拉石窟、克孜尔嘎哈石窟、森木塞木石窟和阿艾石窟。这些石窟中，除了阿艾石窟外，其他均被外国探险队光顾过。在克孜尔，德国人为了考察方便，根据窟内艺术品的特征，给各洞窟进行了命名。格伦威德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石窟壁画的考察与临摹上。在他看来，要把所有新发现的文物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勒科克与巴图斯却仍是用他们所惯用的方法，用虎尾锯肆无忌惮地切割剥取壁画。在克孜尔的考察中，他们遇到了地震的惊吓、疾病的困扰，但与他们的收获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在克孜尔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都是属于早期作品。面对艺术宝库，勒科克兴奋不已，以致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对自己如何割取壁画做了毫不掩饰的细节描绘。他惊叹，这里的壁画是我在中亚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统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是纯粹的古希腊特征。佛教最早何时传入龟兹地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魏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到4世纪，该地区佛教已经繁盛，寺院与石窟已遍及龟兹各地。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许多祭乐图，它们人物众多，表情细腻，乐器丰富，舞姿优美。这是克孜尔石窟第38号窟天宫祭乐，奏乐者有的曲肘耸肩，有的嘴唇微起，有的单手弹拨，有的双手重击，还有的在俯听音乐的节拍，千姿百态，娇柔婀娜。这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这是一种敬仰的吐露。佛教绘画通过祭乐图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佛经上说，众神常常击着天鼓，奏着音乐，跳着舞蹈，用香花与祭乐献给佛祖，作为对佛的供养。
听了这个好的音乐，心就柔软了。心一柔软呢，他就容易被教化，他就容易感染佛教的威力，他就容易信仰佛教。这个音乐呢，是这个佛教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另外呢，这个乐舞呢，也是对佛的一种供养。这个佛教他认为极乐世界就是天宫乐舞，对佛最大的供养，就是乐舞。这个极乐世界的主要标志就是这个天宫乐舞。作为对佛的一种供养，乐舞中有着人们世俗的理解和世俗生活的印记。自古以来，西域诸城邦国的音乐舞蹈艺术就极为发达，秋瓷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都曾经风靡东方。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些壁画中找到西乐东渐的痕迹，比如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拨弦乐器竖琴和刘特，通过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进而经过西域再达中原。在中国，他们经过汉文化的洗礼，竖琴被叫做箜篌，刘特演化成了琵琶，吹奏乐唢呐和打击乐器细腰鼓也是波斯和印度久已使用的乐器。佛教善于利用音乐舞蹈的艺术手段来宣扬其深奥玄秘的教义，音乐又是佛教法事和供养的重要形式。佛教虽然将音乐艺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基本上仍然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应，尤其是一些乐器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不加任何改变的摄入了壁画中。如此大规模的开窟建寺，对于当时只有几万人的龟兹来讲，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他也在这样的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他去养这么多的和尚，去开这么多的这个石窟，这似乎他的经济能力达不到。而当时这个龟兹还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佛教事业十分隆兴。它原因就是呢，它处于这个丝绸之路这个中道这个有利的地位，因此呢，它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依赖的就是东西方的贸易。贸易发达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带来文化上的繁荣。这个两个大背景之下，说才有这么多的石窟出现。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人物的裸体形象也非常丰富。佛教传自于印度，在那个热带亚热带国家，薄衣短袖甚至赤裸上身是人常见的形象，反映在佛教艺术中，宽衣短衫也就成了佛的基本服饰。这些出现这些琳琅满目、栩栩如生的壁画，为什么在此保存至今？它们到底在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它们又体现了怎样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又是从何而来？本期国之宝继续带你去新疆探访石窟的奥秘。佛另一侧的裸体女向佛表示悔悟，决心皈依。不管是要赤裸的一无所有以示虔诚，还是极尽妖媚表达世俗的诱惑，裸体人像都以最简洁又最本真的手法表达着他的宗教思想。在龟兹石窟琳琅满目的壁画中，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也作为一种符号，表达着神秘的宗教意境。在佛教的思想领域，鸟、兽、鱼、虫被视为与人同源同类，有着和人一样的智慧和灵性。
人们借动物与人、动物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说因缘、说禅定。佛教经义通过生动活泼的动物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既直观明了，又耐人寻味。这些壁画反映了佛学的教义，也更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整个文明发展脉络。据龟兹文献记载，当时龟兹僧尼寺庙众多，在僧尼的生活中，与中原地区僧尼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要3个月换一次修行的寺院。龟兹佛教辉煌的代表，除了寺院与洞窟外，还有众多的高僧大德，而这其中，鸠摩罗什对龟兹乃至中原地区的佛教影响是最大的。这个传说中自幼随母亲一起出家的神童，能够日诵3000经。如今人们从口中说出来的世界、未来、心田、爱河、粉身碎骨、回光返照等等，都是这位西域高僧留下来的财富。可见鸠摩罗什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之大。龟兹王呢，把他封为国师，那个时候他才20多岁。后头他经常呢这个讲经，就是讲佛经最盛的时候呢，西域各国啊，这个国王呢都聚集的这个龟兹来他听这个听他的这个讲佛法，甚至这个各国的国王恭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匍匐在地，让他踩着这个各国国王的脊背呢，走到那个讲坛上面去讲经，那可以说是这个声名远播。由他翻译的佛经1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原佛学的经典，一些寺院甚至规定了某些经卷必须以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为准。有了商道，有了鸠摩罗什，有了中原以及整个东亚佛学的盛行，而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在荒凉的山梁上有了石窟。光秃的石壁上有了色彩，有了形象，有了故事，有了思想，有了文明。在韩乐然临摹龟兹壁画的40年后，又一位画家迷上了壁画的临摹。经过10几年的努力，曹永军临摹壁画300多幅，把龟兹佛教的魅力通过绘画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绘画展出以后，也像40年前韩乐然举办的画展一样，深深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其背景多为山林树木，而这些树木的画法往往运用中原6朝作画风格，很多树木被画成一只伸出的手臂或张开的手指，这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几乎随处可见。当年玄奘千里迢迢来到佛国龟兹时，龟兹王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玄奘在书里这样形容这个寺院：僧徒蜂拥涌来，钟声齐鸣，在大殿敬佛的烛光中，诵经者不绝于耳。从1900的实证。脚下这深沉的神州，走过5000年风雨春秋。岁月长河里流淌着历史的沧桑、昔日的瑰宝、古物的真相、文化的精髓。收拾沉淀的国粹，铭记岁月的璀璨。过去只有王公贵族的女性才能使用它，今天
它已经成了维吾尔族女性极为普遍的一种衣料。可是2000年来，它一直传承着传统的丝绸制作工艺。那么，这种古老的工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那绚丽精美的图案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本期《国之宝》，我们将为您揭开爱德莱丝绸巧夺天工的技艺。不知从何时，在辽阔的西域新疆出现了一种绸，上面的花纹图案宛如彩云漂浮，被称为无限图案。而这种绸成了维吾尔族女性最独特的衣料之一，人们叫它爱德莱丝绸。和田地区洛浦县吉亚乡被称为爱德莱丝绸之乡，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织染爱德莱丝绸。爱德莱丝绸的古老织法保留着与几千年前别无二致的手工作业。吉亚乡的一个手工作坊里，爱德莱丝绸正在通过全手工抽丝、扎染、纺织逐渐成型。这里汇集了吉亚乡年纪最长的手工艺人，年龄都在70岁以上。咣咣作响的木头织机传了好几代人，也伴随着这些手工艺人的出生和成长。梭子飞转，老人一丝一线地纺掉了几十个春秋。在他们眼里，手工织出来的爱德莱丝绸已经不是一块简单的布料，更不是一件商品，而是倾注了理想的心血之作。爱德莱丝绸的图案全部是手工扎染而成，依据图案的需要，先用绳子扎起，再进到染料里入色。爱德莱丝绸的颜色大多为黄色、黑色和红色。把扎染完成后的丝线在院子里晾干，再拿到机器上编织，就织成了色彩艳丽的爱德莱丝绸。大多数人认为，爱德莱丝绸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扎染工艺有关，是扎染的绸子的意思。那么，爱德莱丝绸名字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Atlas 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呢是 Atlas 呢从 Atlas 这个语言变来的 ，Atlas 的意思是这个地图。我比较同意呢 ，Atlas 呢这个反映我们新疆的魅力，有水，有戈壁滩，有绿洲，啊，有雪山，等等，啊，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维吾尔族服饰花样多且美丽，充分体现了维吾尔人热情奔放的性格。男性的传统外衣名叫掐畔，衣长过膝，无领无扣。维族妇女的服饰式样更多，一般喜欢穿连衣裙，有时在裙子外面穿外衣或坎肩，裙子里面穿长裤。爱德莱丝绸满足了维吾尔族人对颜色的喜好。其实，除了衣服，维族人出门时戴的头巾和小帽也是颜色各异，非常有特点。维吾尔族人戴的4棱花帽也被称为朵巴，是维族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花帽采用民族传统的绣花、挑花、半金、串珠等方法，用手工绣制而成。维吾尔族花帽很久以前象征权力和荣誉，帽子上的花纹越美，主人的地位就越高。后来，花帽就不再象征人的地位，而逐渐转为民间装饰品。穿爱德莱丝绸、戴花帽成了维吾尔族几百年来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是与当地的文化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疆于田县是丝绸之路的南道入口，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也曾经是爱德莱丝绸最大的产地。
于田妇女的服饰在维吾尔族中具有鲜明的特点。一般遇到节日或特殊的日子，她们就身穿黑色长袍，戴一条白色纱巾，头顶上戴一个小帽。有人说，这种小帽的出现是当地人信奉太阳神的标志，也有人认为这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新疆的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喀什一直是天山以南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商品集散地。当年由中原地区出发的商旅均在此地会合。这里的巴扎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就有亚洲最大集市之一之称。中亚国际贸易大巴扎是喀什最大的市场，每天来这里交易商品的人数多达2万余人。很多外国客人把这里称为中亚的物资博览会。维吾尔族用桑木、蟒皮、骆驼骨制成的传统乐器，在这里几乎成了最纯粹的工艺品了。北疆妇女的刺绣别有特色，有很强的装饰性和浓重的乡土气息。颜色鲜艳的丝巾最受年轻维族女性的喜爱。总之，巴扎里永远都有你看不完的景致。目前，艾德莱丝绸主要有2大产区，喀什地区莎车出产的绸，以色彩绚丽鲜艳著称，图案细腻严谨，常用翠绿、宝蓝、桃红等颜色。而和田地区洛普的绸讲究黑白效果，虚实变化，纹样粗犷奔放，色彩简单富有变化。艾德莱丝绸图案纹样虚实交替，无限延伸。有人说，这是古代维吾尔人信奉萨满教、崇拜树神、水神的反应。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些图案都是来自维吾尔族人们的生活。有神果之称的巴旦木，逐渐演变而成巴旦木纹样。女性日常生活中用的梳子，逐渐演变成梳子纹样。而维族的传统乐器也在艾德莱丝绸的纹样中找到了踪迹。这些传统日用品经过艺术的夸大，就成了艾德莱丝独有的图案。那么，为什么称它为无限图案呢？无限图案就是它字面意思嘛。这个布料上面的这个每一块颜色和另外一种这个颜色相接触的地方，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界限。由大红变成这个红，再变成这个浅红，再变成粉红，再变成这个白颜色。颜色对比很大的这个2种这个颜色的线相互接触的地方，这个全部是这个慢慢的暗淡下来，相互接触。其实，艾德莱丝绸见证的不仅仅是现在，同时也传承着一种情感。古丽娜尔珍藏的相册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一是年轻时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再就是艾德莱丝绸了。对维吾尔人来说，艾德莱丝绸是一种服饰，更是来自祖先的讯息。这讯息不仅传达着他们对艾德莱丝绸深深的爱，也传达着关于艾德莱丝绸的种种疑问与谜团。